海鸥级导弹快艇是台湾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一款小巧却极具战斗力的军舰，堪称海上隐形忍者。它凭借反舰导弹的高效打击能力，悄无声息地在海面上执行任务，像一只灵巧的捕猎者。台湾已制造了48艘这种高机动性的快艇，它们在近海作战中担任巡逻、警戒、反潜和布雷等多重任务，保障台湾的海上安全。海鸥级的设计灵感源自以色列的毒蜂级导弹快艇，两者外形和战术理念如出一辙。就像在2013年，以色列毒蜂级快艇成功击退了哈军的海上突袭，海鸥级的作战能力也无疑能够应对近海防御的需要。海鸥级导弹快艇的研发始于1977年，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启动，仅用了2年时间就建造出2艘原型艇。1979年，这款快艇迅速加入了台湾海军，形成了自强中队，并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扩展，最后成立了2345中队，驻守台湾的外岛，如金门、马祖、东引等。这艘快艇采用了铝合金焊接船体，全长22.8米，宽5.48米，吃水2米，排水量47吨，具备非常优秀的机动性。其小巧的身躯和雷达反射面积小的特点，使得它在海上隐蔽性极强，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像幽灵般行动。海鸥级的最高航速可达45节，相比许多主力战舰要快上约1/3。虽然它的航程只有555.6公里，这限制了其作战范围，但在近海作战中，它的机动性和隐蔽性弥补了这一点。动力方面，海鸥级导弹快艇配备了3台 MTU-331TC92型柴油发动机，每台功率为2605匹马力，确保它能够在复杂海况下自由穿梭，快速响应任务需求。武器装备方面，海鸥级装有2具雄风1型反舰导弹发射箱，每个发射箱发射的雄风1型导弹具有40公里的作战射程，配备高爆穿甲弹头，足以对敌舰造成致命打击。雄风1型导弹的3段制导系统，光学导引、雷达波导引、终端半主动引导，使得它的打击精度极高，具备一弹换一箭的能力。此外，海鸥级还搭载了台湾自研的 T75 20毫米机炮，作为防空武器。两挺12.7毫米勃朗宁重机枪，射速极快，最大射程7400米，威力强大，以及4管 AV2 干扰火箭发射器，增强了防御能力。海鸥级的射控系统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专门研制的海鸥2型系统组成，配备 SPJ-21 射频雷达和 MK35M3 光学指挥仪，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实现精准目标锁定。结合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海鸥级导弹快艇显得如同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完美契合近海作战的需求。战术上，海鸥级注重隐蔽与快速打击，它依靠灵活的机动性和出其不意的攻击方式，能够有效形成突袭打击，迅速消灭敌方目标。如果与其他大型战舰如驱逐舰或护卫舰协同作战，海鸥级导弹快艇将能够在海上形成更为复杂和多变的战斗体系，打击敌人毫无防备。海鸥级导弹快艇的成员编制相对简洁，只有8名成员，包括2名军官和6名士官，艇长和副艇长分别由2名军官担任，而其他6名士官则负责包括导弹操作、弹药补给、电子设备、雷达管理和电机维护等多个关键职责。有趣的是，许多海军官校的毕业生在海鸥级快艇上服役了，4到5年后会有机会升任艇长，这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升机会。海鸥级导弹快艇的命名也有一段有趣的历史。1977年，海鸥级项目提交给上级部门时，尚未有合适的名字。项目负责人在紧急情况下拨打了电话，最终从一本名为《天地一沙鸥》的书籍中获得灵感，决定以海鸥命名。这个名字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并最终被采纳。台湾海军现拥有48艘海鸥级导弹快艇，每艘快艇都用数字编号，而没有具体的舰名。快艇舰桥后方的2侧悬挂着编号牌，标注为 Captain's。最初，这些编号仅以小字体标示在艇头，后来则变得更为显眼，并且采用了更大的字体标识在艇尾。相比于鱼雷快艇，导弹快艇凭借其更强大的火力和更远的打击距离，逐渐取代了鱼雷快艇在海上作战中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首艘导弹快艇是苏联的100-832型，
该艇自1960年开始服役，苏联随后研发了装载更多反舰导弹的205文字级导弹快艇，使导弹快艇成为了界海作战中的核心力量，标志着全新海上战术的诞生。1963年10月20日，这一转折点在导弹快艇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苏联的科马级导弹快艇用4枚明核反舰导弹击沉了以色列的艾略特号驱逐舰，这一战果大大提升了导弹快艇的声誉，并促使他们在海上作战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导弹快艇的战术优势非常明显，它能够在大型水面舰艇的主炮射程之外发动攻击，形成小艇对大舰的战术优势。同时，导弹快艇也具备了多种作战功能，包括巡逻、警戒、反潜和布雷等，堪称海上的瑞士军刀。在这种多功能的背景下，台湾海军自然不会错过这一种强大的武器系统。除了海鸥级导弹快艇，台湾海军还拥有龙江级导弹攻击艇和光华6号导弹快艇。光华6号导弹快艇的研发目标是替换老旧的海鸥级快艇。与海鸥级相比，光华6号体型更大，长达34.2米，宽7.6米，排水量达到186.5吨，几乎是海鸥级的3倍。更大的尺寸使得光华6号在武器系统和装备上更加先进，具备更强的作战能力。截至目前，台湾已经建造了31艘光华6号导弹快艇，它们也采用了数字编号系统。首艘光华6号导弹快艇被命名为 FACG-60， 并于2002年10月3日下水，2003年10月1日正式服役于海礁5中队。光华6号的作战指挥系统采用台湾的大成系统，能够与雄风2型导弹操作控制系统完美配合。它还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并凭借强大的攻击力，成为台湾海军当时最尖端的武器系统之一。这艘快艇像一只潜伏在波涛中的隐形猎手，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此外，毒蜂级导弹快艇是以色列航太工业在1970年代为应对海岸防卫需求所研发的。这款快艇是基于蜜蜂级巡逻艇进行改良的，其设计主要解决了性能方面的不足。无蜂级采用了更大的16气缸柴油引擎，并扩展了油箱容量以增强航程。改良的桅杆设计使得船只可以搭载射控雷达和天使导弹，从而将原本的巡逻艇升级为导弹快艇。尽管以色列海军需要更高性能的巡逻艇，但他们对巡逻艇配备导弹武器的提议持保留态度，因此以色列航太制作的原型艇未被军方采纳。最终，这2艘原型艇在1970年代末期被转售给台湾海军，成为了海鸥级导弹快艇的技术基础。以色列海军直到1988年才开始采购无蜂级快艇，并用其替代服役近20年的蜜蜂级巡逻艇。进入1990年代，以色列进一步增购了8艘毒蜂级，使得总数量达到10艘。与台湾海军的版本不同，以色列采购的毒蜂级在长度上增加了1.8米，船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并且升级了更高输出功率的柴油引擎，最大航速提升至37节。武装配置上，毒蜂级依然搭载2挺20毫米机炮和2挺12.7毫米机枪，但新增了光电搜瞄系统，提升了舰艇的搜索能力。此外，1984年台湾购买的毒蜂级原型艇被转售给斯里兰卡海军。斯里兰卡共购买了4艘，并在以色列航太的技术支持下开始建造。斯里兰卡基于这些设计数据，还开发了科伦坡级快速巡逻艇，并将其作为海军和海警部队的反恐主力舰艇使用。1996年，印度海军购买了更大尺寸的超级毒蜂 MPI 导弹快艇，并在古阿造船厂进行制造。这些艇继承了毒蜂级的许多设计元素，但也加入了一些新的技术，包括集成式光电侦测系统 ELOP。这一改进旨在提高射击的稳定性和精度。尽管如此，导弹快艇在执行任务时有时也会出现失误。最近，也门的胡塞武装再度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他们通过一次导弹袭击挑战了美国军方，目标锁定在一艘集装箱货轮上。此次事件引发了激烈的军事对抗，但令人惊讶的是，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并未命中目标，反而被美军的战舰通过机枪成功拦截。这一情节就像电影中的特效场面，迅速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这次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胡塞武装频繁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舰只和核设施发起攻击。尽管这些攻击未能达成预期效果，
但无疑给美军带来了压力。对此，有人猜测，胡塞武装的导弹表现不佳，可能是由于导弹的技术问题，例如导弹的制导系统可能出现故障，导致无法精确命中目标，或者发射系统存在缺陷，使得导弹的飞行轨迹发生偏差。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可能是导弹未能有效击中目标的原因之一。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胡塞武装的导弹攻击虽然没有直接命中目标，但依然能够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通过发动这样的攻击，胡塞武装能够向美国及其盟友展示其作战能力，从而迫使他们在防御部署时更加谨慎。因此，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这些攻击虽然未能成功击中目标，却依然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术手段，用以施加心理压力，并影响对方的决策。海鸥级导弹快艇这款台湾自研的小型军舰，犹如一位隐藏在波涛之下的勇士，其锐利的反舰导弹便是它的致命武器。台湾共生产了48艘这样的高速猎手，他们肩负着近海作战的重任，如同勤劳的海上守护者，巡逻、警戒、反潜和布雷等多样任务一应俱全。它的设计灵感似乎与以色列的毒蜂级导弹快艇有着不解之缘，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仿佛映照出彼此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10月，哈军的海上突袭曾遭到以色列驾驶的毒蜂级导弹快艇的顽强拦截，这也印证了海鸥级导弹快艇在近海作战中的出色能力。回溯至1977年，中山科学研究院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研制海鸥级导弹快艇的征程。短短2年间，便如魔术师般神奇地打造出2艘原型艇。1979年5月12日，海鸥级导弹快艇以自强中队之名正式亮相，它们如同初生的雏鹰，羽翼渐丰，蓄势待发。同年11月16日，自强中队更是壮大为海礁大队。随着更多海鸥级导弹快艇的加入，2345中队也相继成立，他们部署在金门、马祖、东引等外岛，守护着台湾的海峡安全。海鸥级导弹快艇的舰身采用铝合金焊接结构，全长22、8米，宽5、48米，吃水2米，排水量47吨。其轻盈与迅捷的特性，使得它在海上如鱼得水。小小的体型减少了雷达反射面积，降低了被击中的风险。同时，它还能利用小小的体型在自然条件下隐蔽行动，如同海浪中的幽灵，难以捉摸。而其最快航速高达45节，比一些主战舰艇还要快近1/3，展现了其卓越的机动性。然而，其航程相对较短，仅有555.6公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作战范围。在动力系统方面，海鸥级导弹快艇配备了3台12缸的 MPU331 TC92 型柴油主机，每台马力高达2605匹，为快艇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而在武器装备上，它同样不容小觑，装备有2具雄风1型反舰导弹发射箱，每箱可发射1枚威力巨大的雄风1型反舰导弹。这种台湾自制的导弹作战范围可达40公里，弹头采用高爆穿甲设计，攻击力惊人。导弹的飞行过程分为3个阶段，从发射初期的光学导引，到中途的雷达成波导引，再到最后的终端半主动归向导引，确保了导弹能够精确打击目标。雄风1型反舰导弹的威力之大，已经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海鸥级导弹快艇这艘矫健如海鸥的军舰，不仅配备了台湾自研的 T75 20毫米机炮作为防空利器，还展现了其多样化的武器配置。机炮的反射式光学瞄准具精准锁定超音速飞行目标，而防弹盾则有效抵御轻武器或炮弹碎片的攻击，为舰艇提供了坚实的防护。除了机炮，海鸥级导弹快艇还配备了2挺12、7毫米的勃朗宁 M2 重机枪和4管 AV2 干扰火箭发射器。M2 重机枪以其高射速和远射程闻名于世，为舰艇增添了强大的火力支援。而 AV2 干扰火箭发射器则如同守护者的盾牌，有效干扰敌方通讯和雷达系统，提升了舰艇的生存能力。在射控系统方面，中山科学研究院专为海鸥级导弹快艇研制了海鸥2型射控系统，该系统集成了 SPG-21 射控雷达和35克瓦查莫3光学指挥仪，具备精确锁定目标的能力，为舰艇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谈及战术运用，海鸥级导弹快艇以其隐蔽、突然袭击的特点著称。它强调以快制慢、奋进合击的战术原则，能够根据不同情况
对目标实施多方位攻击或形成整体突击战力，在与护卫舰或驱逐舰的配合下，海鸥级导弹快艇的作战能力更是得到了充分发挥，使敌人在面对其灵活多变的战术时措手不及。在人员配置方面，海鸥级导弹快艇的编制精简高效，仅有8名成员，包括2名军官和6名士官，他们各自肩负着导弹游击、弹药补给、电子操作、雷达操作和电机管理等关键职责，共同确保舰艇的正常运转和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海鸥级导弹快艇的命名背后还蕴含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当初项目提交时，尚未确定合适的名称，在紧急情况下，项目负责人从一本书中找到了灵感，于是海鸥这个名字应运而生，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这也使得海鸥级导弹快艇在命名上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台湾目前拥有48艘海鸥级导弹快艇，每艘均以一个数字编号标识，而非具体的舰名。这种简洁明了的编号方式既方便管理，又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这些快艇在海上巡逻、警戒、反潜和布雷等多样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台湾的海疆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作战需求的不断变化，海鸥级导弹快艇也在不断更新升级。它以其独特的武器配置、先进的射控系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成为了台湾海军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世界上首艘导弹快艇，苏联的1832型，于1960年荣耀加入苏联海军的行列。随后，苏联再接再厉，研发出装备更多反舰导弹的205文字级导弹快艇。这些创新之举，使得导弹快艇逐渐崭露头角，成为近海作战的重要力量，宣告了一种新颖的海上作战方式的诞生。1963年10月20日，这一天无疑成为了导弹快艇历史上的璀璨星辰。苏联的科马级导弹快艇在这一天凭借4枚冥河反舰导弹，成功击沉了以色列的艾略特号驱逐舰。这一战绩犹如夜空中划过的璀璨流星，使导弹快艇的威名远扬。自此，导弹快艇在战争舞台上大放异彩，战绩辉煌，成为海上战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导弹快艇的战术优势得天独厚，它能够在大型水面舰艇的主炮射程之外发起致命打击，实现了以小胜大的战术奇效。同时，这些快艇还能胜任巡逻、警戒、反潜、布雷等多重任务，犹如海上的瑞士军刀，既多功能又高效。面对导弹快艇的诸多优势，台湾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强大的武器系统。除了海鸥级导弹快艇，台湾还拥有龙江级导弹攻击艇和光华6号导弹快艇。其中，光华6号更是为了取代海鸥级而诞生的新型快艇。它的体型庞大，长34、2米，宽7、6米，排水量高达186吨，几乎达到了海鸥级的3倍之巨。这种庞大的体型使得光华6号在武器装备上更加完备、更加强大。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建造了31艘光华6号导弹快艇。这些快艇同样采用数字编号命名。首艘光华6号命名为 FACG-60， 于2002年10月3日顺利下水。2003年10月1日正式加入海礁5中队的战斗序列。光华6号的作战指挥系统采用了先进的台湾大成系统，能够与雄风2型导弹操作控制台无缝对接，实现高效协同作战。此外，导弹艇本身还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这使得它在海上行动时更加难以被察觉。强大的攻击力和出色的隐身能力相结合，使光华6号无疑代表了台湾当时最尖端的工业水平。它就像是一位潜伏在波涛中的隐形猎手，随时准备向敌人发起致命一击。接下来，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毒蜂级快艇。这款快艇是以色列航太工业塔马拉工厂在蜜蜂级巡逻艇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台湾曾采购过这款快艇，并将其原型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使其更加接近海鸥级导弹快艇的设计。目前，毒蜂级快艇已成为以色列海军执行海岸防卫与反渗透任务的主力舰种。其独特的设计不仅满足了以色列海军的需求，还成功出口至其他国家，并根据各国的具体需求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上世纪70年代，以色列与中东国家间的战争局势紧张，阿拉伯国家频繁对以色列发起海上渗透与恐怖攻击。为了捍卫海岸线安全，尽管以色列海军拥有规模庞大的巡逻艇舰队，但仍对其性能表示不满。于是，以色列航太在仔细评估军方的需求后，
于1977年提出了独峰级巡逻艇的设计方案。这一方案基于密封级巡逻艇的设计进行放大，使得船只能够搭载功率更大的16气缸柴油引擎和容量更大的油箱，从而显著提升了续航力。同时，以色列航太还对船只的桅杆进行了改良，使得船上能够安装射控雷达和天使导弹，成功将原先的巡逻艇升级为导弹快艇。然而，尽管以色列海军渴望拥有性能更佳的巡逻艇，但对于巡逻艇导弹武装化的构想却持保留态度。因此，以色列航太所打造的原型艇并未得到军方的青睐。随后，这2艘原型艇在1970年代末期被转售给了台湾海军，为后来的海鸥级导弹快艇提供了技术基础。以色列海军在独峰级巡逻艇的问题上一直持谨慎态度，直到1988年才决定采购2艘。而在此之前的近20年里，他们继续使用着密封级巡逻艇。进入90年代，以色列又增购了8艘密封级巡逻艇，总采购数量达到10艘。随后，他们采用的独峰级船只长度增加了8米，人员配备也相应增加1名，并换用了更加强劲的柴油引擎，使得极速飙升至37节。在武装方面，虽然仍维持着2挺人力操作的20毫米机炮与2挺7毫米机枪的布局，但加装了光电侦搜设备，显著提升了舰艇的搜索性能。独峰级的原型艇在转售给台湾海军后，于1984年成功外销4艘给斯里兰卡海军，加上以色列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采购的10艘独峰级巡逻艇，共生产了16艘。斯里兰卡的独峰级在以色列航太的技术支持下，由可伦坡造船厂制造，并以此为基础改良设计出可伦坡级快速巡逻艇，成为斯里兰卡海军与海警部队执行反恐任务的主力舰艇。此外，印度海军在1996年也采购了放大尺寸的超级独峰 MPI， 并在古阿造船厂进行制造。该旗舰在继承独峰级大部分系统的同时，采用了 Orbit Elop Panses 整合式光电侦测系统，进一步提高了射击的稳定度。当然，快艇也有失手的时候。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他们在一场导弹袭击中公然挑战美军，目标直指一艘集装箱货轮。这次事件引发了激烈的军事对峙，导弹的失误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究竟是因为技术不足，还是战术选择？在这次事件中，胡塞武装发射了1枚导弹，试图攻击货轮，但遭到了美军巨舰的有力防御。令人惊讶的是，这枚导弹并未命中目标，反而被美军巨舰的机枪击退。这一幕简直就像电影中的特技镜头，引起了人们对这场军事对峙的浓厚兴趣。这并非孤立，近年来，胡塞武装频繁向美国及其盟友的武器和装备发起攻击。虽然这些攻击未取得显著成效，但无疑给美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胡塞武装的导弹为何如此脆弱呢？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导弹技术上的缺陷所致，比如导弹的制导系统可能存在故障，导致无法精准命中目标。此外，导弹的发射装置也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使得导弹在发射时便偏离了预定轨道。这些技术上的瑕疵，或许正是导弹无法有效对抗美军巨舰的原因之一。不过，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胡塞武装的导弹并非毫无作用。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导弹可能发挥了一定的威慑作用。通过发动这样的攻击，胡塞武装向外界展示了他们的实力，迫使美军和其他国家不得不更加谨慎对待。因此，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种导弹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战术手段。总之，尽管胡塞武装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导弹攻击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其给美军带来的压力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更好地了解这些事件的背景和原因。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我哦。当然，如果能顺便点个赞，那就更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环宇哥，我们下期再见。